上海独立，上海独立，上海 independence， 上海 independence。上海人不是中国人，上海人不是中国人，过去。上海独立，上海人不是中国人，上海复兴，中共必亡。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4月25号在美国的纽约法拉盛举行的一次游行。这次游行的举办者呢是上海民族党，是一个主张上海独立的组织啊。各位可能听说过疆独，听说过藏独，听说过台独，甚至可能也听说过港独，但是上海独立，我估计一般人是闻所未闻，至少我呢是第一次听说啊。但不管怎么说你看看人4月25号的这个游行活动搞得还是有声有色的。中国，中国人滚回来去，中国人滚出美国，中国。第一排呢，有2个人举着"上海独立"4个大字，昂首阔步一直往前走啊。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个留着胡子这个人呢，他名字叫做晋生。他其实不是上海民族党的党员啊，他是一个主张山西独立的开国元勋。但是你想想这估计双方都是兄弟党嘛，一个是主张上海独立，一个是主张山西独立啊。所以这个晋生也曾经被上海民族党授予1级独立勋章。所以我猜4月25号这一天，人家晋生是代表山西国出席上海独立运动的游行，也算是一些国际共产主义的友谊啊。你看人家游行里头还带有非常强的国际性啊。这第一排之后呢，就是一面巨大的上海国的国旗。这面上海国的国旗据说是参考了1860年上海工部局的旗帜啊，中间一个圆圈，四周有4个叉叉还有点像大英帝国的国旗啊。这旁边在上海国旗呢，那举着的那个可能有人认识，就是著名的政治漫画家变态辣椒啊。再往后呢，就是10几个人举着美国的美利坚的国旗啊。那么整个这样的游行活动在法拉盛一直往前走啊。要说美国呢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但是你要说讲起这个上海独立这话听起来还是有些骇人听闻呢。所以游行的那一天我看这游行队伍中间跟周围的围观的这些群众之间好像有一些口角。有些人就还骂这些人上海人不是中国人，上海复兴中共。那天事实上他们在游行之前在那个法拉盛旁边搞的那么一个提前的造势活动的时候，旁边人就有人被吓到了，说你看，哎呦，这就是上海独立了。没有谁天生就应该是中共的奴才，没有人天生应该为中共的。哎呀，我操！上海独立，让上海独立。我们追求上海独立。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警察在这看着呢，怎么上海会独立啊？这不是一帮神经病吗？但实际上人这个运动其实已经搞了7、8年了。这运动组织呢也是有模有样我查了一下，4月25号这一天，人家可不仅仅是搞一个普通的游行他们是在搞一个上海独立大会。这个按照上海独立大会他们筹备了大半年，按照这会议组织的这么一个议程4月25号上午，来自于世界各地这个上海民族党的党员云集到纽约，然后要到中共驻纽约的这个领事馆门前，先进行集会游行抗议中共。紧随其后呢，中午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个欢迎的午宴。这欢迎的午宴在一个比较高档的西餐厅里搞的每个人这个桌子前面都吃一个巨大的汉堡。吃完这个汉堡之后呢，他们这个程序里就讲了，大家各自坐地铁。下午呢还要赶到纽约的法拉盛。你别说人家上海独立运动这些创党元老还是比较艰苦朴素的。你看搞这个上海独立大会的时候人家都是坐地铁去直接参加抗议活动嘛。3点半这个抗议活动之后呢，就说了晚饭呢大家就自己解决了，然后自行解散。4月26号这一天就正式举办了上海独立大会。在这个上海独立大会筹备期间他们这个主席叫何汉全嘛，不讲了吗？他说这个上海独立大会很重要他准备要选举上海的一个总统。这上海的总统有几个条件，一个呢你必须出生在上海，第二你一定会讲上海话，第三呢年龄要大于35岁，符合这3个条件你才能去参选上海总统。同时呢还准备完善自己的组织机构，要建立自己的议会组织所以你看到吗，整个议程还蛮丰富的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议程就规定这个4月26号
这一天的这个上海独立大会啊，就讲到主要在进行一个这个研讨会。这研讨会的主题呢，叫做上海独立运动的前景与未来，开一整天呢。然后4月27号那一天，好像还有一些的活动啊，整个活动搞得还是蛮隆重的啊。我今天呢也花了点时间研究了一下这个运动，我一研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上海民主党的创党人呢叫做何岸全，这何岸全呢，据他自己声称呢，他的真实名字并不叫何岸全，这是个网名啊。他的真实名字好像叫什么张敏还是李敏啊？他说他是上海人，但也有人说他是河南人，但是具体是哪的人呢？好像有点存疑。但他是个医生，医生呢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呢，他就是给别人做针灸。那么他呢，据他自己讲，他早年不是当医生吗？后来在8964的时候啊，他看到了这个中共镇压学生啊，他觉得中国完了，没希望了。所以在2010年呢，他就移民到美国，在美国就当起了针灸师啊。后来他就觉得他得救中国呀，他不能一个人到了美国之后就不管中国了啊。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打了一面大旗，就上海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旗，就走上了曼哈顿的大街上，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非常重要的，就2018年的元旦，他在网上发表了一个8分钟的演讲。推翻中共后，必须分裂中国，只有各民族获得独立，才是人民自由的根本保证。在这8分钟的演讲中间，他讲了2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的含义，中国的前途就只在中国必须崩溃，中国这个国家分崩离析，分崩离析之后，全国各地啊都纷纷独立，这是中国的这个前途，因为中国不能再生活在一个大一统的这个文化里面去了啊。第二个呢是上海为什么要独立呢？因为上海当年就是西方的殖民者在上海建立这么一个类似于自治的国家。有自己的法律吗？有自己的军队吗？脱华归欧是上海独立运动的口号。上海是欧洲人创建起来的上海，它终将回归欧洲的怀抱，还它远东欧洲城市的风貌。所以上海实际上具备上海独立的这么一个历史条件、文化因素，所以他主张啊，要上海要脱亚入欧，重新回到欧洲的文化怀抱里，回到白人那个世界。他这个发表完之后，那在网上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他就宣布啊，如果这一年能征集到51位创党的党员，他就准备成立上海民主党。你别说，人家这一年真就征集到了51位啊！所以在这一年的8月啊，他就在美国纽约正式注册了上海民主党这么一个这个非盈利的组织。这个组织刚注册完啊，他们这个创党党员就有一个叫胡成义啊，这样的一个人就回到上海。一到上海呢，就被中共给抓起来了啊！据他们自己讲，这中共把这个胡成义抓起来之后呢，就把他投到了精神病院，还对他进行电击。那具体啊，这是不是真的，我们就不太清楚了啊。但是上海民主党不是成立了吗？成立了之后，他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后来在上海不就是封城了吗？疫情期间嘛，封城之后，这何岸全呢就到纽约啊，这个中国的领事馆门前绝食了3天。后来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一人跑到了乌克兰，到了乌克兰他就是打着上海民主党的旗帜啊，然后引起了一些媒体的关注啊。与此同时呢，他支持一切从中国独立出家的组织，比如说疆独，比如说藏独，比如说港独，凡是主张独立的，他通通都支持啊。然后呢，他还在这个2023年的时候制作了一些非常精美的独立勋章，就给他们那个上海护独党的这个党员啊，创党元勋呢，都发了这个独立的勋章。在发这个独立勋章中间有一个人还蛮重要的，叫刘仲敬。这刘仲敬啊，在网上还挺有名的。他在中国呢，原先啊在新疆当了10年的法医。他呢平时呢是一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啊，写过一些书啊。他有一个理论叫大洪水理论，这书呢在台湾啊还给他出版了啊。这什么叫大洪水理论呢？他就讲中国历史上这个王朝更迭啊，到王朝末年的时候，你总要分崩离析嘛，分崩离析就像大洪水一样，社会进入到失序状态。他就讲了，他说中共将来要不了多久也会陷入到这种分崩离析的状态。一旦进入到这种分崩离析，中国争夺社会不就失序了吗？那失序了之后啊，他就讲啊，中国各地都会纷纷独立。
你比如说四川会独立呀，贵州会独立呀，这个内蒙会独立呀，北京会独立呀，石家庄会独立呀，他就把这个独立的各个组织叫做驻下，那么形成自己的独立的民族国家。他认为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一直认为啊，就是这个何汉权啊搞这个上海民族党，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这个刘仲敬的这个思想的影响。这刘仲敬在网上被称之为刘姨嘛，刘阿姨嘛，网上还不少人崇拜他的理论呢。当然，何汉权自己也说，他实际上刘仲敬的这个理论呢，对他影响还是蛮大的。所以在2023年的时候，他给这个刘仲敬颁发了上海民族党的1级独立勋章，可见这个历史地位是非常高的啊。而且上海民族党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就说了，他们这个上海民族党的精神领袖就是这个刘仲敬。但不管怎么说，人家这个民族党成立起来了之后，就开始搞各种各样的活动了啊。在这个上海民族党里头，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成员啊。一个成员这是个何汉权，咱就不用说了啊，他还是一个有一定组织能力的人，同时呢，也还能有一些吸引眼球的方式。你比如说，那个李登辉去世的时候，他就到这个台北啊，驻纽约的那个办事处去吊唁。当时这个吊唁是开放的，每个人都去，咔，他穿着西服，戴着礼帽去了啊。后来他就在网上发了一个视频，这视频呢，那顶写的是这个驻纽约中华民国领事馆啊。那发完了之后，那很多人就奇怪了，说这个纽约哪来的驻中华民国领事馆呢？对不对？结果呢，导致台湾的外交部还专门辟谣，说其实他们那个牌子是被 P 的，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一个组织。那因为那给人感觉好像中华民国已经独立了，台湾已经独立了嘛，是吧？这就说明这个何汉权当时搞这个活动的时候，你看他精心的把台北驻纽约的这个领事馆啊，他办事处啊，他写成了中华民国的领事馆，挺能进行新闻炒作的啊。这是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呢，就是那个著名的政治漫画家，叫变态辣椒。这变态辣椒呢，是大陆的一个画漫画的人啊。2014年的时候，他到了日本之后，据说中共要迫害他嘛，他就不敢回去了，就一直滞留在日本。那么他平时呢是一个政治意见人士嘛，后来在2016年还是2017年，他就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之后呢，就加入到了自由亚洲，专门画漫画啊。但前一段时期大家都知道啊，这川普政府不是把这个自由亚洲、美国之音都给关门了吗？这变态辣椒呢，他自己还发帖子说，这个结束了7年的工作啊，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这变态辣椒到了美国之后不久呢，也加入到了这个护犊党，也就是上海民族党，算是上海民族党中间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呢叫徐思远，这个徐思远呢在美国啊是一个开 Uber 的司机啊，他平时呢言论也比较这个极端啊。我在网上查的时候还发现了，他当时在做 YouTube，还批评过我啊。很多人呢，有的人他确实是因为观念的问题，有些因为很多问题他没想明白。所以呢，他可能需要对某些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需要更清晰的去想明白。王志安这种人呢，他是一个舆论、一个社会体系，就是共产党的这个宣传体系所刻意的训练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当时我不是去台湾吗？在台湾当时我就讲了，我说支那，这实际上对所有中国人的歧视，也包括对台湾人的歧视嘛。他自己做节目说，他说支那这个词根本不是歧视，是支那就是你自己是支那人，说支那猪就不是歧视，对吧？这个徐思远啊，他在网上被称之为什么酷论，还是一个跑出租司机的，他也是上海民族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创党党员。何汉权在2023年的时候啊，也给他颁布了一个1级独立勋章。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上海这个民族党啊，这些年在海外发展的还是蛮有成色的啊。据何汉权自己讲，他每年所募集的这个资金呢，好像有那么1万多美金，他自己捐5000美金，还有另外一个人捐了5000美金，反正加起来，一共陆陆续续的有那么一年有那么1万多美金，每年结余都是1000多美金啊，还算不错啊。随着这个形势的发展，他这组织要扩大啊，不光有这个上海民族党，还要搞了一个叫互益美国人协会，这是2022年搞的。然后今年他就准备搞这上海独立大会。这上海独立大会在筹办期间，他们非常重视啊。你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他们还找了一个网上模拟的这么一个公投，一共有100多个人投票，
说你是不是支持上海独立？结果一公投的结果，大部分人都支持上海独立呀。他们还在这个参加投票的100多个人中间抽出了一个人幸运儿，直接给他授予了上海独立勋章。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在海外啊，确确实实啊，五彩斑斓，什么人都有啊。你别说啊，除了这个上海独立以外，我还听说过一个独立的，就是满洲国独立运动啊。那有一次我在 YouTube 上闲逛嘛，就看到有一个满洲国的总理叫梅凤杰，他在2024年的时候给大家发新年的这个演讲。满洲国的国民们，大家好！值此2023年岁末之时，我向国民们表示我的衷心的感谢和致意。我当时觉得很奇怪，还有这样一个组织啊。那人家满洲国的这个总理啊，正儿八经啊，给大家祝满洲国的国民啊新年快乐啊！在2023年这一年当中，我们满洲国复国运动得到了非常重要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在外交上获得了日本、韩国、英国、法国、美国等诸多国家的大力支持和认同。正儿八经的，我当时就惊到了。我后来就查了一下，你别说，人家这个满洲国啊，组织也挺完备的，他有自己的官方网站，有满联社，有自己的满洲国的这个总统、皇帝、内阁总理大臣，还包括什么各个军种的司令都有啊。这个满洲国是怎么来的呢？这话说有点长。2004年的时候，这香港有一个这巴士站的一个助理，这个人叫张绍邦，他就灵机一动就想建立一个网络国家，这就想到了满洲国嘛。因为历史上不是有一个满洲国吗？那溥仪当时是皇帝嘛，后来在1945年的时候，苏联红军进去之后，把这个国家给灭了，他就宣布在网上要建立这个满洲国。这满洲国建立起来之后怎么弄呢？一开始是奉溥仪为皇帝，然后呢还用宣统年号。后来有人说这溥仪早都没了，对不对？你这个搞这个宣统年号也不合适啊。后来在08年的时候，他们就选举当皇帝啊。就说香港有一个大学生，号称自己叫爱新觉罗·孝杰，他就当上了皇帝。他当上皇帝之后，有人就说了，孝杰这个人好像人家爱新觉罗家族里头没有这个辈分，这个人到底姓不姓爱新觉罗呢？也不知道。后来这个皇帝几经更迭起起落落，好几任皇帝但这个张绍邦呢，始终是内阁总理大臣。后来到了2019年的时候这2个满洲国的流亡政府就合并在一起了，一个叫满洲国的临时政府，还有一个叫满洲国的亡命政府。这2个国家合并在一起之后呢，那个国家呢，他那个头叫爱新觉罗·溥君，这个人呢是他们那个国家的皇帝。合并完之后呢，这2个国家就实行了共和制，不是君主立宪制这爱新觉罗·溥君呢就做了新的这个满洲国的这个总统，这张绍邦呢就做了副总统。但是我看的结果，这张绍邦这一派基本上就被清理出去了，因为新的这个满洲国的这一套组织体系都是过去那个满洲国的亡命政府中间那些官员。你比如说，那总统就是这个爱新觉罗·溥君嘛，然后那个内阁总理大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是这个叫梅凤杰。然后呢，这满洲国里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官员，大家可能都熟悉叫盛雪女士。这盛雪呢是满洲国的这个议会的临时的议长，那组织是相当完备那这个组织搞得比较动静大的一件事情就是2023年，他们组织这一个满洲国的这个整个国家的重要的这个领导干部到韩国进行了一次国事访问。네, 여러분 그럼 오늘 국제학술대회의 2번째 발표자를 여러분들에게 소개를 해드리겠습니다. 到了韩国之后呢，他们就到了韩国的国会这国会图书馆就举办了一次满洲国复国运动的研讨会，在那个地方还搞了一个什么首尔宣言那这个满洲国的这个总统溥君就在这个韩国议会那里头这讲话。我来自白头山，来自天池，那里的土地上有史以来就生存着原住民、满族、大韩民族。他讲为什么说满洲国他要复国？为什么说他其实这个国家没有灭呢？包括他那个内阁总理大臣这个梅凤杰也讲到了，他说中共讲到这满洲国灭亡是怎么讲的呢？他说
那是因为啊，当时溥杰宣布退位了，那于是满洲国就没有了。在1932年的3月1日，满洲就宣布了独立，他拥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税收、自己的政府、自己登记的国民、明确的国土，它既不是日本的，也不是中国的，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满洲。他们就反驳了，他说你溥杰退位了，满洲国就不存在了。那撒切尔夫人如果现在要退位了，他这首相不干了，英国就不存在了吗？不会呀，溥杰没有了，满洲国还在啊。所以满洲国人家就是要继承过去的满洲国的遗志。那满洲国的面积也挺大啊，包括现在的东北，还包括内蒙古，还包括俄罗斯的外东北，整个这一大片全都是满洲国的。那么在这个议会里头搞的这个活动，那盛雪女士当时也做了演讲啊。今天的会议之后，我估计他们把我可能当成一个更大的敌人了。啊，也在讲这满洲复国，这是一个得民心的这个一个活动啊。因为当年的满洲国在亚洲是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现在这个满洲国的领土内已经有1亿人口了。若要复兴满洲国，那盛雪女士呢，在陆续的演讲过程中，她还提出了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呢？跟中共的一带一路的观点相对应，她提出来的叫一带一扣。什么叫一带一扣呢？中共嘛，现在是一个中国这个国家啊，周围你比如说有满洲、有内蒙、外蒙、有新疆、有藏独，是吧？有印度，然后还包括有台湾和香港，对中共就形成了一个包围之势。而包围，你看这底下，这台湾和香港就相当于一个扣，最后呢就把中共给扼杀在这样的一个团团包围之中。他们在这个韩国搞完活动之后啊，就去了达赖喇嘛所在的那个达兰萨拉，对西藏这个国家进行了国事访问。据说他们到了那个达兰萨拉之后呢，达赖喇嘛还接见他们了。后来他们又组团，这总统和这个内阁总理大臣，包括盛雪女士啊，对日本也进行了国事访问。到日本这次访问的时候呢，日本的记者好像有一个叫东京什么民主什么人权的网站，对他们也进行了采访。在采访过程中啊，那记者就问说：“这个爱新觉罗普军这总统啊，那你们家到底跟这个努尔哈赤他们家是什么关系呢？”这普军就解释了：“一般来说，我们是关外这个爱新觉罗祖辈在黑龙江这个牡丹江三里河，我们祖上第4代牵涉到这个辽宁的新宾，然后呢，在那里通过这个萨尔浒战役啊，取得了这个清朝的初期统治，1644年进入到这个关内。那么我的父亲呢是溥全。盛雪女士讲的那就是很厉害了，她就讲，她说你看中共当年搞中华苏维埃的时候啊，有人承认吗？没有啊，那就是个傀儡国家呀。但是就在那个傀儡国家的基础上，你看到了吗？发展起来了。因为满洲国那历史上是的的确确存在的一个国家呀。那么今天满洲复国，满洲国本身它曾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且呢，它曾经的这个国体政体都已经是在进入了现代文明的这样的环境当中，而且呢，它所有的人民，它包括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等等等这些呢，它都仍然是在这个历史的言传当中，直到今天。那么只不过呢，是被中共这样的一个专制暴政所完全的去破坏、摧毁，以及呢，包括人权受到毫无节制的镇压。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也就是说明满洲复国它的这样的一个必然性、必要性，以及现在的紧迫性。所以满洲复国那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民间的文化基础也和社会基础的。后来呢，他们这些满洲复国运动的人还到美国的国会啊，那个也做过演讲。而且美国司法上有一个原则叫血亲原则，也就是说不可以逼迫亲属去举报他的家人，而且亲属复仇是合法的。所以我们在遵循合理非的原则情况下，
同样，我们不能禁止我们用暴力推翻暴政的一个可能。因为这个西方这些国家的国会啊，都有个特点，一般都有演讲厅。这演讲厅呢，都可以出租。海外有一些民运组织啊，还包括这个意见人士啊，特别喜欢到美国国会去租这个演讲厅，因为给人感觉到了美国国会搞这个活动啊，那就得到了美国官方对他们的认可啊。所以包括你看，他们到韩国的国会也是如此啊。但我的理解，其实他们都是租的这个场地啊。这个梅凤杰啊，其实挺厉害的，他在海外啊，不遗余力的推广这个满洲国的运动。我看他在纽约搞这个演讲的时候慷慨激昂啊，他就讲到了满洲国现在发护照，大家都可以看到了，满洲国他自己发行护照啊，你只要花8美元就可以买到一个满洲国的护照，你只要捐3美元，你就可以成为满洲国的国民。你看他在网站上吗？满洲国的国民啊，他征召自己的公务员，当然这个公务员都是免费干的啊，因为他们现在由于国力不太行嘛，所以总体来讲都是志愿者的性质啊。但不管怎么样，你拿到了一个满洲国的护照，他自己在演讲中间说，这个满洲国的护照厉害了。我们现在提出了满洲国，满洲国实际上是比这些地区更有独立地位的，因为按照国际法理，满洲国曾经就是一个独立国家。世界上有23个外交国家，现在我们持满洲国护照可以免签进入日本，免签进入欧盟。你拿西藏的护照可以吗？新疆没有护照。台湾可以有，香港可以有，但是这些地区一旦没有集中力量统治的时候，没有一个强人的时候，他们难道不会独立吗？你现在可以免签进入到这个日本、英国、法国，这个我还不太清楚。我要知道的话，我准备过几天，我准备花8美元，我去买一下这个满洲国的护照啊。那你想想，可以免签去那么多国家，那多厉害！而且号召现在的年轻人，你要青史留名。中国习近平之后，我认为不超过6、7年，中国遍地烽烟。你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只要你们肯努力，只要你们肯献身，你们都会成为历史上青史留名的人。讲的慷慨激昂啊！所以你看到了吗？因为满洲国啊，现在在国际上啊，也是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啊。哎呀，说句实话啊，讲完这些故事的时候啊，我这个心里头内心啊也不太确定啊，就这些人啊，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出于什么想法搞这种上海独立运动，也包括这个满洲国独立运动啊。有些人跟我讲，这些人是真的在搞，他真的就是认为啊，中国要不了多久就分崩离析了。分崩离析之后，上海应该独立，山西应该独立，石家庄应该独立，门头沟也应该独立。独立之后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国家，他们搞得非常认真的，他们就认为他们跟港独、疆独是并列的。当然，这个何汉权呢，他也一直认为啊，他们只要能够享受到了港独、疆独的待遇，那就算成功。所以有些人也在讲，他们这个动机不纯，他们可能是骗政币的。你骗政币也有门槛啊，因为你骗政币，你得让中共迫害你。中共要是不迫害你，你其实要想骗政币也不行啊。要中共迫害你，你怎么迫害你呢？得中共得搭理你，得中共得知道你。所以后来当时就有记者问这个纽约驻中国的领事馆的那些中国大使啊，说你听说过上海独立运动的这个护民党吗？他们说我们没听说过。这个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你这个中共无视他们的存在啊。所以他们现在搞的这个所有的活动，都希望能够引起中共对他们的重视。这个重视呢，就是把他们当敌人，这个也很重要。一旦要是把他们当作疆独、港独、藏独来这么对待了，迫害他们了，那就说明成功了，那就拥有了政治资本嘛。所以有人说他们骗政币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啊，这是一种分析。那我是不是这个有道理啊？大家再窃听一下。也有人说这些人呢是 cosplay， 实际上都是政治反讽。你像他们搞那些活动，什么中国崩溃奖颁给习近平，也包括何汉权还写了一个习近平日记。总而言之吧，就这些举动啊，它都带有非常强烈的戏谑的性质，一看也不像是真的呀。他自己也没认真呐。你包括他们自己啊，就授勋的时候啊，我看到何汉权他们做的视频啊，他把底下讽刺他们的1000多条那些评论，他专门都截下来，放到一个视频里。
然后你想想，那个像徐思远这样的人，平时都跑 Uber 的啊，然后呢穿着那个西服笔挺，受这个1级上海独立勋章，怎么看？从旁边人看来，这事情都显得非常荒唐，怎么看都像是一个 cosplay 啊。那咱们就不知道了，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cosplay 了？也有一些人就讲啊，由于中国的政治高压啊，在政治高压的氛围内，使得政治行为本身呢，它实际上带有一些情绪宣泄的特彩。其实这种国家在国外也不少见，有人把它称之为私人国家，也有人把它称之为微型国家。就这些国家没人承认，只是网上搞到好玩好笑的啊。所以呢，就这种运动在中国海外呢，能够成长起来呢，也说明美国这个社会它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啊。但不管怎么样，我看完这些人的表演之后啊，我个人觉得他们多多少少有点像我采访的马保国。大家还记得马保国吗？马保国他是一个生活在自己世界的人，他自己演的认真，我们呢看得开心。你打我，你打吧，随便打。我不会打啊，不是你打我就行了。我不看，你随便打哪儿都行。哎，你打我哪都行。哎呦呦，不行，我不行。所以呢，实际上你看到了吗？他也给我们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带来了很多乐趣。我一直认为啊，反对中共不要紧啊，但是呢，你别反成了神经病。如果你要是反成了神经病啊，其实对整个海外的中国未来民主化运动的发展来讲，也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啊，我也不太清楚啊，就这些人的真实内心。总而言之，这是五彩斑斓世界中间的一部分啊。我也通过我自己的观察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看了一下，那上海民主党的主席何汉权在网上曾经约过那著名的李老师，说李老师如果要是采访他，他给李老师1000美元。他说不需要李老师做什么准备，他就听他来讲一下，他为什么要搞这个上海的民主党，要主张上海的独立运动。但是好像李老师没接他这个茬儿啊。但是最近呢，这个变态辣椒啊，他不是在自由亚洲失业了吗？他自己在网上说，他好像5月份要来日本，他自己主动跟我联系啊，他希望能够让我来采访他。我呢还没太想好我要不要采访变态辣椒啊，因为变态辣椒是一个画政治漫画的嘛，他为什么要加入到上海这个民主党呢？为什么主张这个上海独立运动呢？那也许啊，我在变态辣椒来日本的时候呢，也会跟他做一个对谈。我很想了解一下这些人呢，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上海人不是中国人，上海中共帝王，上海中国。世界上有23个外交国家，现在我们持满洲国护照可以免签进入日本，免签进入欧盟。哎，你拿西藏的护照可以吗？新疆没有护照。没有谁天生就应该是中共的奴才，没有人天生应该为中共的。哎呀，我操！上海独立，让上海独立，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警察在这看着呢，怎么上海会独立啊？让上海独立，上海不是中国的上海，这敢说上海？